開場，一個重新改寫 AI 版圖的夜晚。如果有一天，一款來自中國的人工智慧模型，不但擁有接近3兆個參數，還在多項編程與智能體測試中，直接擠進全球第一梯隊，你會把它看成一次普通的產品更新，還是一場正在改寫科技版圖的地震？現在，這個問題已經不再是假設。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正式推出了新一代旗艦模型 Timi K3， 它的總參數規模達到 2.8 兆，原生支援文字、圖像與影片理解，上下文窗口更拉到100萬個 token。換句話說，它不只可以回答一個問題，而是能吞下一座小型資料庫，讀懂龐大的程式碼庫，連續工作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再把一個複雜任務拆解、執行、檢查，直到完成。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一個只存在於封閉實驗室裡的昂貴模型。月之暗面把它定位為開放全中模型，並宣布將於2026年7月27日釋出完整全中。這一步讓 Timi K3 的意義突然超越了一款產品本身，因為當一個接近全球前沿水準的模型，性能夠強，價格夠低，而且模型權重還能被研究者與企業取得，原本由少數美國科技巨頭主導的遊戲規則，就可能在一夜之間被重新書寫。但真正的問題是， Timi K3 真的有宣傳中那麼降嗎？它究竟是中國 AI 追上世界前沿的證明，還是又一次被排行榜與漂亮展示放大的短暫熱潮？我們先從最受瞩目也最容易被誤解的部分說起，基準測試。第一章，排行榜上出現了一個陌生的中國名字。過去幾年，只要談到最降的編程模型，人們首先想到的通常都是 OpenAI 或 Anthropic， 尤其在大型程式碼庫複雜出錯以及需要連續使用工具的長任務中，閉源模型一直掌握着明顯優勢，市場也逐漸形成了一種固定印象。中國的開放模型或許便宜，也許很實用，但在真正的前沿能力上，通常仍落後美國頂尖實驗室6個月甚至1年。然而 Timi K3 發布後，這個印象第一次遭到如此直接的衝擊。在 DeepSWE、Frontier-SWE、Terminal Bench、Program Bench 以及 Sway Marathon 等高難度編程評估中， Timi K3 多次進入前2或前3名，部分項目甚至拿到第1。這些測試不是要模型背出一段標準答案，他們要求模型閱讀真實程式碼，理解專案結構，操作終端工具，追蹤錯誤，修改檔案，再確認修改是否真的有效。任何一個環節出錯，整個任務都有可能前功盡棄。也正因如此，智能體式編程一直被視為大型模型最殘酷的考場之一。而 Timi K3 並沒有只在一張圖表上突然冒尖，在多組不同測試中，它都展現出接近前沿閉源模型的水準。第三方評測平台 Arena 的前端編程排行榜上， Timi K3 在發布初期一度登上第1名， ELO 分數達到1679分。在 Wales Index 的綜合工作能力評估中，它也一度排名第2，僅次於 Claude Fable 5，並排在 GPT 5.6 SO 之前。Artificial Analysis 的綜合評估則顯示， Timi K3 的整體能力已經接近 GPT 5.5 與 Claude Opus 4.8， 尤其在多步驟任務與編程方面表現突出。這裡必須說清楚一件事，月之暗面自己也承認，若比較整體使用體驗與最頂尖的综合能力， Timi K3 目前仍落後 Claude Fable 5與 GPT 5.6 SO。 所以這不是中國模型已經全面擊敗所有美國模型。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準備開放權重的中國模型，第一次如此穩定地闖入全球最降模型的核心競爭區。過去那條清楚的領先線，現在開始變得模糊了。第2章，它真正厲害的不是答對一題。很多人看到排行榜，第一個反應是，這些分數跟普通人到底有什麼關係？答案藏在一個詞裡，智能體。
傳統聊天機器人，比較像一位坐在桌前回答問題的顧問。你問一句，他回答一句，但智能體不同，你教給他的不是一道題，而是一個目標。例如，替我閱讀整個專案，找出程式錯誤，修改程式碼，執行測試。如果失敗就重新檢查，直到系統可以正常運作。這中間可能包含幾十個甚至幾百個步驟，而真正困難的地方，並不是每一步有多難，而是模型能不能记住前面做過什麼，理解錯誤訊息，調整策略，再把下一步接上去。只要每一步的成功率稍微低一點，當任務被拉長到100步，失敗幾率就會快速累積。這也是許多看起來很聰明的模型，一進入真實工作環境就開始迷路的原因。Timmy K3 的重點，正是它能夠進行長時間、長鏈條的工作。它可以閱讀大量上下文，呼叫工具，觀察結果，再根據結果修正下一步。這不再只是會寫幾行程式碼，它更接近一位可以持續工作的數位工程師。而當這種能力與視覺理解結合時，事情就開始變得更有意思了。第3章，從一段提示詞到一個能玩的世界。Timmy K3 最容易讓人感到震撼的展示，集中在遊戲與3維內容生成。因為寫一個遊戲，從來不只是把畫面做漂亮，它必須同時處理角色、場景、鏡頭、物理、碰撞、操作、動畫，還要確保程式能穩定執行。月之暗面展示的一個案例中， Timmy K3 利用 JavaScript、WebGPU 與 GPU 運算，建立了一個能直接在瀏覽器運行的3維開放世界。森林、小木屋、村莊、雪山、動態天氣，以及騎手與馬匹，被整合在同一個可探索空間中。另一個案例，他把授權的3維模型與真正的模擬器核心結合，制作出 Game Boy Advance 模擬器，再透過多輪自我改進，持續調整界面與遊戲體驗。還有一款以賽博朋克城市為背景的遊戲，玩家可以在高樓之間高速擺盪。模型不但要處理大量3維資源，還設計了繩索約束、擺動物理與能量守恆，並把遊戲打磨到高幀率運行。更細緻的展示中， Timmy K3 還做出一台博物館級別的上世紀30年代機械打字機。整個應用由 Vite、TypeScript、React 與 Free.js 構成，其中包含242個可以獨立運動的零件，甚至能輸出真正可用的檔案。羅馬競技場、武俠角色扮演、4對4第一人稱射擊、可破壞場景、AI 隊友、AI 敵人、動態天氣，一個又一個展示，都在證明同一件事：當模型可以一邊寫程式，一邊看見自己做出的畫面，它就能形成一個過去很難做到的反饋循環：寫程式、執行、截圖、觀察、找出問題、再次修改。這個過程其實非常接近一名真正開發者的工作方式。模型不再只是猜測畫面應該長什麼樣子，而是能親眼看見結果，再決定下一步該怎麼改。對獨立遊戲開發者而言，這可能帶來一個極大的轉折。過去需要一整支團隊數月時間完成的概念原型，未來可能只需要1個人，加上一個能長時間工作的人工智慧系統。但遊戲還只是表面。 Timmy K3 真正令人不安，也最值得關注的能力，是在那些看起來沒有那麼華麗的地方。第4章，一個模型替自己設計了一顆晶片。在一項早期概念驗證中，研究團隊交給 Timmy K3 一個極其特殊的任務，替一個以自身架構為基礎的奈米模型設計專用晶片。Timmy K3 在一次長達48小時的自主運行中，使用開放的 IDA 工具與 NAND-Gate 45奈米元件庫完成建構、優化與驗證。根據月之暗面公布的資料，這顆晶片在4平方毫米範圍內，以100 MHz 完成時序收斂，模擬解碼速度超過每秒8700個 token。它包含大約146萬個標準單元，
0.277 MB 的 SRAM， 以及带有融合反量化功能的 IN4 運算陣列。請注意，這仍然是一項早期概念驗證，並不等於晶片已經量產，更不代表 AI 已經能獨立完成所有硬體工程。但它展示的方向非常清楚，一個模型開始有能力閱讀規格、操作工程工具、反覆驗證，最後為另一個模型設計硬體。換句話說， AI 不只在使用人類建造的工具，它開始參與建造下一代 AI 所需要的工具。如果這條路繼續發展，軟體、晶片與模型之間的改進速度可能形成一個越轉越快的循環。這才是 TIMI K3 背後最值得長期觀察的訊號之一。第5章，2個小時完成研究員1到2週的工作。在另一項展示中， TIMI K3 被要求重現計算天體物理學中的 I love Q 普氏關係。這類工作不只需要編程，它還要讀懂論文，辨認不同研究之間的差異，把公式轉換成數值流程，再驗證結果是否合理。TIMI K3 審閱並交叉比對20多篇論文，建立完整計算流程，評估300多個狀態方程，找出已發表公式中的不一致，寫出超過3000行 Python 程式碼，最後還制作了一個互動式 HTML 儀表板。整個過程大約用了2個小時。月之暗面的說法是，同樣的工作若交給有經驗的研究人員，通常可能需要1到2週。這個對比聽起來非常誇張，但它真正揭示的不是 AI 即將取代所有科學家，而是研究工作的瓶頸正在改變。過去，研究人員大量時間花在搜尋資料、整理文獻、重寫程式，以及把分散的結果做成交互圖表。未來，這些機械又耗時的環節可能被壓縮到幾個小時。人類真正需要投入的，將更多集中在提出問題、判斷證據，以及決定什麼結果值得相信。同樣的能力也被延伸到金融、產業研究與科學分析。TIMI K3 曾建立一個涵蓋42年 AI ASIC 產業史的互動研究網站，在120多輪遞歸改進中，系統進行超過2800次網頁搜尋與抓取，1100多次終端資料調用，閱讀超過11000頁資料，其中包括87份季度報告與99份原始 PDF。它不是只交出一篇長文字，而是把證據轉化成圖表、動畫、互動敘事與可以深入點選的研究界面。在核融合產業研究中，它能做出諮詢公司風格的報告、時間線、甘特圖與簡報。在重力波分析案例中，20多個并行子智能體分析391個重力波事件，制作7個科學視覺化2張表格，並整合10多篇論文。這就是 TIMI K3 真正想進入的市場。他不只想陪你聊天，他想成為一個可以交付成果的工作系統。第6章，從文字、圖像到影片，他開始看見自己的作品。TIMI K3 是一個原生多模態模型，也就是說，文字、圖像與影片理解不是由幾套互不相干的系統臨時拼接，而是整合在同一個模型之中。這一點在動態設計與影片編輯上帶來了非常直接的效果。例如，他曾以類似3不1 Brown 的動態圖形風格解釋自己的模型架構。他必須先理解 TIMI Delta Attention Residuals 與專家混合模型的技術概念，再把抽象資訊轉化成動畫圖表、鏡頭與轉場。在另一個展示中， TIMI K3 從56段來源影片中自行挑選片段，處理節奏匹配、鏡頭轉換、音訊與多輪修訂，最後剪出自己的預告片。這件事對影片工作者特別值得注意，因為 AI 影片工具的下一步可能不只是生成一個畫面，它會讀懂素材，理解敘事節奏，觀察輸出，發現某個鏡頭不連貫，然後主動回頭修改。真正改變工作流程的往往不是某一段畫面有多漂亮，而是 AI 能否完成整個反复修正的過程。第7章 2.8 兆參數
為什麼沒有把成本推上天？說到這裡，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出現了。2.8 兆參數聽起來像一台吞噬電力與算力的巨手，這麼大的模型，為什麼 API 價格仍能維持在相對有競爭力的位置？答案在它的架構裡。TiMi K3 採用的是專家混合模型，也就是 Mixture of Experts。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擁有896位專家的大型医院。當一名病人走进來時，醫院不會讓896位醫生全部一起會診，系統會先判斷問題，再挑出最合適的16位專家參與。TiMi K3 也是一樣，雖然總參數高達 2.8 兆，但每次處理資訊時，只會啟動896個專家網絡中的16個，這讓模型擁有龐大的知識與能力容量，卻不用在每一個 token 上都動用整台模型的全部算力。它還引入 TiMi Delta Attention， 簡稱 KDA， 以及 Attention Residuals， 簡稱 AttentionRes。如果把一個长任務比作一場跨越数百公里的接力賽，這些技術的作用就是讓重要資訊在不同距離、不同深度之間傳遞時，不會在半路被冲淡或遺失。再加上 Stable Latent MOE 等設計，月之暗面聲稱 K3 相較 TiMi K2 的整體擴展效率提高了大約 2.5 倍。這裡的 2.5 倍並不是說模型智商突然增加 2.5 倍，它指的是當訓練數據與計算資源增加時， K3 能比上一代更有效地把這些投入轉換成真正可用的能力。說得更簡單一點，它不是只靠把模型做大，它還重新設計了資訊該走哪條路。第8章，性能之外，真正刺痛市場的是價格。最降的技術，如果貴到沒有人用得起，就很難真正改變市場。而 TiMi K3 最具破壞力的地方，或許不是某一項排行榜成績，而是它把接近前沿的能力放到了一個更具競爭力的價位。依照官方 API 定價，快取命中的輸入每100萬個 token 是 0.3 美元，未命中快取的輸入每100萬個 token 是3美元，輸出則是每100萬個 token 15美元。對一般使用者來說，這些數字可能相當抽象，但對每天處理大量程式碼、文件與研究任務的企業而言，這些差距會迅速累積。如果一個模型的能力接近頂尖閉源產品，卻能用更低成本完成同一項工作，企業就會開始重新計算，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把所有任務交給最昂貴的那個模型？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公司會把不同任務分流，最困難、最敏感的工作交給最降的閉源模型，大量編程、研究、資料整理與內容生成則轉向性能接近、成本更低的開放模型。一旦這種分流成為主流，它動搖的就不只是模型排名，而是整個 AI 產業的定價權。第9章，開放權重帶來自由，也帶來新的風險。但故事發展到這裡，必須踩一下剎車。開放權重不等於沒有代價。首先 TiMi K3 雖然總參數高達 2.8 兆，但也正因為它如此龐大，一般使用者幾乎不可能把完整模型搬回家，在個人電腦上運行。即使權重公開，要真正部署它，仍需要昂貴的伺服器、加速器與工程能力。因此，它在法律與研究意義上更開放，卻不代表每個人都能低成本自行托管。第二個問題是安全。當一個模型具備長時間編程、操作工具、理解大型系統的能力，它在網絡安全方面能做到什麼，就不再是次要問題。原稿提到 CyberGym 等網絡安全測試，但截至發布初期，外界仍缺乏足夠完整的公開資料，無法對 K3 的網絡攻防能力做出定論。如果它在這些項目上同樣達到前沿水準，開放權重帶來的雙重用途風險就會成為監管者無法回避的難題。第三個問題是漂亮展示與真實工作的差距。有開發者提醒， TiMi K3 在前端界面、三維展示與視覺編程上的確非常突出，
但當它進入一個結構複雜、歷史悠久的真實程式碼庫，需要追蹤隱蔽錯誤，理解舊架構，並避免憑空編造原因時，它仍可能失敗。月之暗面官方也列出了幾項限制。K3 對完整思考歷史非常敏感，如果工具沒有正確保留前面的推理內容，或在工作途中突然從另一個模型切換到 K3， 輸出品質可能明顯不穩定。此外，它因為特別強調長任務，有時會過度主動，在使用者意圖不夠明確時，替人做出超出預期的決定。這些限制提醒我們，排行榜第一不等於每一個任務都是第一，展示令人驚豔，也不等於真實世界中的每一次交付都可靠。第10章，中國不再只是追趕 AI 競賽進入第2階段。那麼 Timmy K3 真正改變了什麼？它並沒有在一夜之間讓中國全面超越美國。美國頂尖實驗室在模型能力、產品體驗、算力、晶片與資本方面仍擁有非常強大的優勢，但 Timmy K3 打破了一個更重要的心理邊界。它證明中國的前沿模型已經不再只是低價替代品，他們開始同時競爭3件事：規模、性能、價格。摩根士丹利分析師 Gary Yu 把這看成中國大型語言模型的全面追趕訊號。路透社也指出， Timmy K3 的出現正在挑戰西方市場長期以來的一項假設：中國 AI 永遠會落後美國數個月。真正的變化可能不是某一家公司拿下第1名，而是全球最強模型之間的差距正在縮短到任何一家實驗室都無法安心的程度。今天是 Timmy K3， 下一个可能是 DeepSeek， 也可能是另一家我們還沒注意到的公司。當高性能模型變得更便宜，發布週期變得更短，權重變得更開放，閉源巨頭就不能只依靠領先半年的技術差距繼續維持高價與封閉生態，他們必須提供更穩定的產品、更可靠的安全機制、更好的工具與真正不可取代的體驗。而中國模型也必須證明自己不只是會在測試榜上衝刺，而是能在企業研究與真實工程中長期可靠的工作。結尾，真正的比賽現在才開始。所以 Timmy K3 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 AI 模型？目前還不是，它仍有明顯限制，也需要更多獨立測試、真實用力與安全評估。但如果問題換成它是不是目前最值得關注的 AI 模型之一？答案幾乎沒有懸念。2.8 兆參數，100萬 token 上下文，原生多模態，16個動態啟動專家，接近前沿的編程與智能體能力，以及足以迫使競爭者重新思考的價格。Timmy K3 帶來的真正訊號，不是中國已經贏得 AI 競賽，而是這場競賽已經從少數美國公司彼此競爭，正式進入全球多極競逐的第2階段。曾經看似牢不可破的領先，現在正被快速壓縮。而最令人好奇的，不是今天的 Timmy K3 能排第幾，而是半年之後，當更大的模型、更低的價格與更強的智能體再次出現，今天的第1名還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真正的比賽現在才開始。你認為 Timmy K3 會成為新的 DeepSeek 時刻，還是熱潮過後，真正的差距仍會在實際使用中重新出現？歡迎在留言區告訴你的看法。